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这次为您介绍加藤俊德先生的《让中老年人一觉睡到天亮的方法》这本书。本书推荐给那些希望不依赖药物改善睡眠，以及想了解自己大脑使用习惯的朋友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如果你长期失眠，那么你可能已经成了失眠的重度患者。第二，改善睡眠的脑区疗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如果你长期失眠，那么你可能已经成了失眠的重度患者。为什么人到了中老年会睡不着呢？如果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原因，那就是长年累月的生活习惯所致。据悉，作者以前的体重曾达到85公斤左右，这增加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风险。于是他把晨间散步变成习惯，成功减重至65公斤。如果患上高血压，就需要服用降压药；患上糖尿病则容易口渴，大量饮水，进而导致尿频。同时，服用多种药物也会降低睡眠质量。酒精、傍晚后的咖啡因、睡前看手机接触的蓝光，都被证实会扰乱体内节律。年轻时，即使多重导致失眠的因素叠加，也能很快恢复过来。但是，到了中老年就难以恢复，各种失眠原因和疾病合并产生，复杂的交织在一起，这就是中老年人无法安睡的原因所在。为什么睡眠很重要？睡眠的主要作用如下：让大脑和心灵得到休息，整理并巩固记忆，排除大脑中的代谢废物。如果在没有睡好的状态下继续活动，即使看起来能动，表现也会下降，记忆整理和巩固不顺畅，会引发健忘和疏忽出错。此外，如果大脑代谢废物无法排除，也会成为痴呆症的诱因。提到睡眠，往往给人一种停滞时间的印象，但我们的大脑在睡眠中会复杂地处理许多事物。同时，睡眠也是让持续工作的大脑和身心得以休息的机会。可以说，正是通过充分休息，各项机能才能正常运作，夺回如同生命本身的睡眠。睡眠是维持生命绝对必要的东西，关系到你的生命本身。尽管如此，很多日本人却削减睡眠来努力，将其当作美德。这种人可以说是患上了失眠中毒症，而且人数不少，认为有比睡眠更重要的事情。这是巨大的认知误区。正因为有重要的事，才必须睡觉，确保睡眠时间是第一要务，用剩下的时间做其他事才是正确的行为。最新的脑科学研究已阐明，睡7个半小时的人死亡率最低，但也并非睡得越多越好。若睡眠时间超过9小时，死亡率又会升高。因此，为了身心健康，每天睡7到8小时是健康生活的必要条件。不管明天有多重要的事，都应该在起床时间的7小时前上床睡觉。解决睡眠问题并非难事，时间不够的话，重新分配1天的时间即可。有失眠原因的话，消除掉即可。只是要直面自己的问题，改变以往的行动，从失眠中毒中摆脱出来。只有做与不做的问题，无法改变自己的人，治不好失眠。这样下去，你本应拥有的能力和健康，实际上都无法获得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改善睡眠的脑区疗法。本书讲解了3种改善睡眠的疗法，本视频将介绍其中的脑区疗法。从大脑层面改变自己的脑区睡眠法。脑区睡眠法是运用作者专攻的脑区概念解决失眠的方法。其原理是，通过留意清醒时的大脑使用方式，让大脑在夜间能够酣然入睡。大脑中有超过1000亿个神经细胞，其中许多功能相似的细胞会为提高效率而聚集形成群体。所谓脑区，就相当于这些群体的据点。作者认为，按大脑功能整理，脑区可以分为以下8个系统：思考系统脑区、传达系统脑区、感情系统脑区、运动系统脑区、视觉系统脑区、理解系统脑区、听觉系统脑区、记忆系统脑区。关于这些脑区，我们在过去的视频中有详细解说，感兴趣的话请务必观看。没有人能均等地将8个脑区全部用得游刃有余，不同的人对这8个脑区的使用方式也各不相同。例如，女性倾向于听觉系统脑区类型居多，别人说的话会久久留在记忆中，在大脑中反复循环播放。这里介绍一下威斯康星大学的精神科医生胡贝尔在2006年发表的一项实验结果。
在白天，让受试者的一只手完全不活动，随后观察其大脑活动，发现负责活动那只不动的手的脑区无法获得深度睡眠，这暗示着未被使用的脑区活动会降低，到了夜间，该部位睡眠的必要性也随之下降。白天大量运动，身体疲劳就会睡得好。基本上，大脑也一样，白天大量使用过的脑区会疲劳，因此能睡得好，而没被使用的脑区，睡眠则会变浅。看似复杂的大脑，也有这样单纯的一面，大量使用就会疲劳，在疲劳状态下持续睡眠不足，就会头疼、发呆，不久后理解力和记忆力也会出问题，导致失误和受伤。睡眠不足持续下去，还会无法控制情绪。睡眠不足会招致这种大脑疲劳，而大脑疲劳又会降低睡眠质量，成为睡眠障碍的原因。如今在日本，处于这种状态的人非常多。为了让大脑在夜间能安眠，改变白天的用脑方式，这就是脑区睡眠法。实际自我诊断一下你的脑区类型吧。脑区自我诊断检查，在以下24个问题中，请根据最近1个月的生活情况，勾选符合的条目。1. 在回家路上或到家后，无意中就在想工作的事。2.1 想到第二天的安排就停不下来。3. 对金钱感到不安。4. 白天的发生的事在脑海中挥之不去。5. 有时至今还会想起很久以前的痛苦往事。6. 一直纠结自己是否被人讨厌了。7. 明天有约会等安排就会不安。8. 即使不想去应酬酒会也无法推脱。9. 不擅长在人前做演示等。10. 看到影像中的恐怖场景会害怕的睡不着。11. 不擅长和人目光对视。12. 晚上经常去便利店。13. 别人说的令人不快的挖苦话在脑中挥之不去。14. 有时同一首歌一直在脑中回响，停不下来。15. 有时会听到令人不舒服的声音。16. 有过把刹车和油门踩错的情况。17. 不经意间会做出高尔夫挥杆动作。18. 走路时常会差点撞到人。19. 不擅长整理整顿，文件乱糟糟。20. 与他人的纠纷无法解决。21. 经常不理解对方在说什么。22. 与上司合不来。23. 至今有时还在意过去的失败。24. 经常与家人或朋友意见不合。24题中你勾选了几项呢？据此可以判定你的大脑类型与睡眠状态。0至5个睡眠良好，6至12个睡眠障碍风险较高，13个以上请积极尝试接下来介绍的改善法。你的大脑类型与脑区睡眠法，下面分别介绍各脑区对应的睡眠法。1至3项多，思考系统脑区睡眠法。这个脑区发达的人往往意志坚强，干劲十足。反之，这类人容易固执己见，因此要有意识地吸纳与自己相反的意见。周末计划特意交由他人决定也很有效。4至6项多，记忆系统脑区睡眠法。总会想起过去痛苦的往事，纠结那次失败到底哪里做错了等，容易被记忆所困。通过热衷于从未做过的新事物，削弱与过往记忆的连接，强化新记忆。7至9项多，传达系统脑区睡眠法。这是负责与他人说话、沟通交流的脑区，通过大声朗读来倾听自己的声音，也能逐渐客观地倾听他人的话语。10至12项多，视觉系统脑区睡眠法。每天看同样的东西，刺激减少，大脑就会停止成长，尝试走与平时不同的路，有意识地去见识新事物。13至15项多，听觉系统脑区睡眠法。耳朵与眼睛不同，无法闭合，所以可能会因为听到不想听的话或声音而失眠。能够边享受边刺激听觉系统脑区的事物有音乐、自然之声、单口相声。16至18项多，运动系统脑区睡眠法。尝试活动平时不怎么动的身体部位吧，通过全新的动作给大脑以刺激。19至21项多，理解系统脑区睡眠法。当有不理解他人感受、理解有分歧或事情未理清时，这个脑区会痛苦。打扮得漂亮一些，能够自己理解系统脑区中负责图像理解的右脑。22至24项多，感情系统脑区睡眠法。右脑的感情系统是接收他人感受的区域，左脑的感情系统是参与生成自我情绪的区域。容易陷入负面情绪循环的人，左脑系统可能不够发达。制作相册可以帮助客观看待自己，肯定过去，
赋予自己积极迈向未来的力量。均衡使用8大系统的脑区睡眠法，总是使用同样的脑区，意味着过着毫无变化的生活，只刺激并偏用同一个区，这会造成某个脑区已经很疲劳了，而另一个脑区却游刃有余，闲着没事。话虽如此，那个闲着有富余的脑区是无法去支援已经疲惫不堪的脑区的，因为分工不同。这就像不能用眼睛听声音一样，白天闲着没感到疲劳的脑区，到了晚上也感觉不到疲劳而无法入睡，这会导致疲劳的脑区也无法熟睡。脑区如此不协调、失衡，会妨碍优质睡眠。重视早间惯例、晚间惯例等调整昼夜节律的习惯的同时，在清醒活动期间多接触新鲜事物，刺激各种不同的脑区，这样就能获得优质睡眠。拥有了优质睡眠，就不用担心生病，也没有压力，工作、人际关系都会顺利，人生将充满充实感，那才是你本来的样子。通过改善睡眠，你就能找回真正的自己。是否亲自为获得好睡眠而行动起来，仅取决于此。那么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从今天起，不妨留意一下，白天你用脑是否有偏向，让思考、运动、情感等各个脑区都活跃起来，就是在为夜晚的安睡做准备。优质的睡眠会滋养身心，帮你找回原本就属于你的健康与活力。愿你今晚一觉到天明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